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。大家好，我是雷文，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，今天是第21期。上期节目里介绍了一款叫做家庭竞马的游戏，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。现在画面里呈现的就是街机游戏86黄金赛马，国内俗称马机，名字上有个86，但在国内到了90年代才火起来，在街机厅通常和麻将、水果机摆在一起。画面下方写的是卡西诺电子，但具体的开发商信息在网上没有找到准确的资料，我也没有再深入的研究。有一种说法是由日本厂商开发，然后到了台湾被改进，但不知道是否准确。如果清楚的朋友欢迎评论留言。记得小时候每天不到3点就放学了，那会儿也没什么学习压力，放学后通常要和几个小伙伴玩到饭点再回家，中间这几个小时时间选择很多，其中一个就是相约来到学校附近的街机厅。不过当时几个朋友在一起也凑不了几块钱，游戏币得省着点用。当剩下最后一个币的时候，要是这会儿时间还早，这最后一个要不就是买了水果机里的苹果或者西瓜，要不就是投到了马机里，基本上都买赔率在5以下的，感觉中的几率还是比较高。大赔率我们一般也不会买，多几个币能多玩一会儿，听着从机器里叮当掉落的声音，感觉足矣。快乐就是如此的简单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1987年5月份发售的游戏。不可思议之旅由 Carry Lab 开发，这家公司名气不大，早年主攻电脑端的游戏，首发是磁盘版，发行方史克威尔，2年后还发行了美版卡带，游戏名神秘探险，由嘉禾电子旗下的子公司发行。主角的名字叫做哈奥，一个见习魔法师，他的老师发现哈奥的魔法水平不太行，于是要他外出寻找6个象征符号，以便成为合格的魔法师。这些符号藏在不同的城堡里，在一个很长的横向滚动场景里，开始时拿到魔法卷轴，哈奥就能发射魔法球攻击敌人。画面上方的活力值表示血量，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消耗，被敌人攻击消耗的更多，星星和月亮都能回复活力。到了可以进入的城堡场景，会有箭头指示，进入城堡后在里面找到象征物品和符号。迷宫难度不大，路上有很多的箭头指路，跟着走就行。场景里很多的墙壁可以破坏，有时有隐藏物品或者新的道路。一段时间后能获得重要的道具鞋子，作用是有些墙壁用跳跃的方式也能破坏。每次拿到象征物品时，会出现一段文字，告诉玩家获得的物品和哪个象征符号，然后离开城堡前往下个地点，按照这个方式找齐6个符号就会通关。这部作品玩法上没什么新鲜的地方，操作的手感一般，人物发射子弹和跳跃时不太流畅。由于开发方主要对象是早期的电脑游戏，可以从画面和角色绘制看出技术水平，放在1987年的红白机上有些落后，音乐也平平常常，整体都没有什么记忆点，要说有多差也不至于，个人评价2星半。解谜拼图2，艾瑞姆针对磁碟机系统推出的解谜拼图第2部。第一部是1986年12月份发行的，在第15期节目中有介绍过。这座和第一部在系统上完全一样，只是拼图的动态图片不同，总共还是10张动画图片。一开始的界面选择拼图的块数，最少16块，最多48块构成一幅图画。在游戏过程中，把底部的小图块移动到上方的画框内，画面左侧有2个翻转的按钮，图块可以左右翻转或者上下翻转，拼完后记录下所用的时间。这座的难度和第一部差不多，动图结合翻转的拼接也比较困难，适合喜欢动脑筋的玩家。作为解谜类的作品，这种把游戏拆开来卖的情况并不罕见，而且这2座的价格拆开后也比较便宜，磁盘容量也是个问题，所以早期的游戏厂商割起韭菜来还是比较含蓄，和现在是不能比的。游戏评价2颗星。筋肉人筋肉星王位争夺战，筋肉人的第2部漫改游戏，改编自王位争夺战的篇章，游戏只发行了磁盘版。第一部筋肉人摔跤大赛大家都很熟悉，而这部作品的知名度并不高，有的玩家把它当成续作，不过这作的类型玩法和第一部差别很大。
这部作品成了横版动作类，情节关联了动漫里筋肉人争夺星球的王位。游戏里他的几个朋友和他一起组队出战，一开始排列他们的顺序：先锋、次锋和副将，大将只能是筋肉人自己。开始以后，在横向卷轴里推进 ，A 和 B 是踢腿和出拳，方向键上跳跃，整个的感觉很像成龙踢馆，不过操作和打击感要差了很多。另外多了一个大跳的动作。一段时间后来到小 BOSS 战，会多2个摔跤的动作，通过组合按键在适当的时机释放。BOSS 也能使用绝招，如果先锋被击败，次锋接着出场，以此类推，或者用选择键也可以切换成员，以此保存实力。不同的队员只在 BOSS 战时动作招式有点区别，除了开始的3个队友，特定地点还隐藏着第4个队员，找到后后面的关卡可以使用。除了击败敌人，在场景里还要获得4个闪光的生命球，收集满才能进入本关的最终 BOSS 战，否则会一直循环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场景里会出现一个飞行的鬼头，它是无敌的，也不能触碰，否则会直接挂掉。坚持30秒的时间自动消失。击败前4个小 BOSS 后，筋肉人登上擂台 1v1 对决，但此时还是横版的场景，操作和前面也基本一样。打完后完成一个关卡，2个关卡之间可以用奖励分数恢复血量，然后同样的模式开始后面的关卡，总共有4关。第3关只有1场 BOSS 战，最后一关2场连续的 BOSS 战，打完后通关。万代就是那种他的拉胯总能在你的预期之内的公司，经常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会舍弃第一部的擂台格斗的形式，弄成了横版动作类。单纯的从动作游戏角度看，这部作品非常垃圾，动作僵硬，打击判定不明，游戏流程长而且单调，完全靠漫画角色的人气支撑场面。个人评价1星半。圣剑除魔 Imagineer 推出的 Wavejack 系列第3部，也是最后一部。先帮大家回忆一下，第一部是1986年11月的《银河传承》，第2部是1986年12月的《公主消失记》。3部作品是完全不同的游戏，互相也没有联系。这个系列的共同特点是卖游戏的同时添加附属产品，以提高游戏的售价。这作的附加品是一盘包含了主题曲的音乐磁带、角色的卡片和插画集。从画面可以看出，这又是模仿了塞尔达的一款游戏。虽然模仿塞尔达的很多，但要说哪个最像，这部绝对能排得上号。主角托尔是一名勇者，拥有使用圣剑的能力，他要使用圣剑从邪恶势力手中拯救这片土地。按 A 键攻击， B 键使用道具。画面右下方显示红蓝2种宝石的数量，红色的宝石相当于食物，随着时间一直消耗；蓝色宝石相当于金钱，用于购买物品。下方的 P 是人物血量，在有红色宝石的情况下，可以逐渐恢复损失的血量。消灭敌人有时会掉落红色的泪之石，提升生命的上限。左下方 F 表示圣剑的礼力，可以理解为剑的等级，往后逐渐提升会解锁更多的圣剑技能。和塞尔达一样，按下暂停键查看持有的物品，可以购买的物品也有各种消耗类的道具，还可以获得剑、炸弹和回旋镖这类辅助武器。但有些区别的是，这座的场景并不是完全开放式的，分成9个大的区域，每个大区域之间是线性连接。如果在前面区域错过了重要的东西，也能返回，但不包括初始的村子。前面的内容要在2个区域消灭 BOSS， 救出2个小仙女，他们能施加一些魔法效果，辅助主角进行战斗。往后就是每个区域推进，消灭 BOSS， 获得新的技能。除了地上的区域，也有几个地下的迷宫需要攻略。不同的场景要灵活使用不同的技能应对。最后一个场景是迷之森林。这款游戏的整体素质显然不能和塞尔达相比，每个模仿的要素都差上一些。地下迷宫的设计很平庸，很多敌人角色的敏捷度都比主角要高一点。一些空中和水上的敌人还不受障碍物的限制。所有的 BOSS 运动轨迹很怪异，速度又快，想要少费血几乎不能近身。相比之下，主角的攻击动作显得要慢半拍。这几点加起来，有些时候会让战斗的过程变得艰难，而且缺少乐趣。游戏的音画水平一般，流程也比较平淡，个人评价2星半。妖怪俱乐部
由东星软件开发、杰利可发行的游戏。第一眼看去的风格很像初代恶魔城，不过多体验一段时间，还是能发现一些自己的特点。这部作品是动作类，场景结合了横向滚动和纵向滚动的方式。主题是加鲁斯和他的妖怪军团正在入侵地球，拥有独特天赋的阿基拉有能力阻止这种入侵。主角开始的攻击方式按 B 键投掷小刀， A 键跳跃，跳跃的手感比较独特，起跳后上升的速度很快，下降过程又变得缓慢，这时可以通过方向键调整空中的位置。开始上手感觉有些飘，适应后利用好这一点很重要。画面下方 POW 表示血量， EXP 是经验值，消灭敌人掉落红色的经验球，不断收集积累经验。还有一种经验书增加的经验更多，但比较少见，通常是特定的敌人才掉落。可收集的道具分为2类，一种是拿取后显示在画面下方，数量可以积累，自己控制释放；另一类是拿取后计时消耗，如回血和无敌的道具。还有一种五角星，获得后出现2个分身，同时攻击，有3倍的攻击力。游戏共有6关，每关末尾一个 BOSS， 有的地方也会出现类似小 BOSS 的强力怪物。经验值的进度条实际带来的变化只是攻击方式的升级强化，经验条填满1/3时出现一次变化，填满2/3以后再变成发射火球，仅此而已。这部作品的 BGM 风格和恶魔城非常相似，但曲目要少一些。关卡的设计包括一些平台的运用，在动作游戏中算是合格。不过因为每个关卡没有明确的主题，所以不同的关卡在风格上区别并不明显，场景的描绘和画质也相对粗糙。从游戏的名字能看出，在妖怪上下了一些功夫，各种日式妖怪形象设计和攻击方式有些特色。最后的大 boss 加鲁斯是个综合型的怪物，长相奇丑，手段多样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一款有些亮点的作品，个人评价3颗星。保龄球由东芝 EMI 发行的一款作品，是红白机上第一款保龄球游戏。相对于棒球、足球这些，保龄球在日本的关注程度显然要低很多，所以这款游戏也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。这部作品就是单纯的打保龄球，没有什么其他的花哨内容和噱头。开始界面 A、B 2种模式可选，第一种普通模式是正常的保龄球得分规则，第2种规定分数模式，看谁能用更少的球达到规定的分数，最多可以5人同时游戏，实际上就是5个人轮流交换手柄，也是一个个来，有5种人物头像可以选，然后选择球的重量7磅到15磅之间。进入游玩的画面，左右控制人物的站位，力量槽的灯自动滚动亮起，适当时机按下 A 键，使用合适的力度。再上面一行是调整左右的弧度，扔球命中，然后计算得分，这就是全部的内容。早年没有什么实体碰撞的概念，玩几把就能发现球滚过去的位置、速度和重量基本决定了哪些瓶子会倒。有时候看到明显是发生了碰撞，但瓶子还是不动，找不到什么真实感。再加上没有其他花哨的内容补充，游玩的乐趣很快就会下降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高尔夫园，东星开发万代发行的同名漫改游戏，来自藤子不二雄的著名高尔夫漫画。主角是一个长得像猿猴的小男孩，名字叫猿丸。他以打高尔夫为生，和其他的日本体育类漫画一样，会在故事中加入很多超现实的情节和夸张的技能。作品里还有一个叫做影子高尔夫的组织。游戏的开场可以选择训练或者比赛模式，训练模式又分成2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在一个充满机关的果岭上练习将球打入洞中，有5次机会，打进后洞口位置发生变化。第2部分练习开球，也是5次机会，击打画面中运动的怪物获得得分。来到比赛的模式中，一个18洞的完整比赛，操作的原理和任天堂的高尔夫差不多。按 A 左侧的刻度条开始滚动，第1下按 A 确定击球的力度，第2下根据刻度的位置决定切球或勾球的弧度。按下暂停键后，用方向键浏览整个球场，也可以调整击球的高度。按 B 键选择球杆，不过这座的球杆只有木杆、铁杆和推杆3种。除了正常的高尔夫内容，当然少不了漫画中的特殊设定。
满足特定的条件，人物能使出包旗击球和百蛇鸟直落等原著中的技能。另外，场地也大多不是现实中普通球场的设计，比如在果岭上地下钻出地鼠，不断的干扰击球，龙卷风会将球刮走，乌鸦还会来帮忙把球直接带到果岭。前9栋为自然场景，后9栋的比赛场地设置在楼顶，这里也会有各种搞怪的干扰。游戏的操作方式虽然接近任天堂的高尔夫，但手感和一些诸如球的轨迹这些细节的设定还是不一样，加上各种奇怪的场地，比赛中想要达到标准杆数有相当的难度。这种玩法并不专业，但有一定的趣味性，画面也还不错，对于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或者漫画的人还是值得尝试的。个人评价2星半。Z 基地，卡普空的一款游戏，还是从街机移植而来。街机版是1985年推出的，移植到红白机上时，关卡形式做了改变，玩法也略有调整。最先推出的磁盘版，2个月后发行美版卡带。红白机的版本是完全的横版射击类型，这点和街机不同。玩家控制一名宇宙战士，他要潜入并摧毁一个在地球附近运行的空间站。这个空间站实际上是外星帝国的秘密基地。游戏最大的特点是射击的方式，方向键控制角色 ，A、B 键分别是向前和向后2个不同的方向射击。人物有生命树，同时也有能量值。被敌人子弹击中一般是损失能量，但不会丢失生命。但碰到敌人或者被地形卡住会失去生命，同时减少5点能量值。如果能量值没有耗尽，会从临近的地方再开；如果耗尽，就得从头开始。战斗过程中有回复能量的道具。通过摧毁 BOSS 和发电机能够增加能量的上限，最高到99。关卡的设计形式也比较特别，总共3个大关，每个关卡有20个区域，用数字进行编号。区域的末尾一般都会出现2条通道路线选择，通向不同编号的区域，但有时候该区域呈现红色光线，表示还未达成开放的条件，强行闯入会直接挂掉。虽然一关有20个区域，但要过关并不需要每个都进入。每关的目标要先找到并摧毁2台发电机，打开后面区域的道路，然后面对关卡的 BOSS， 消灭它过关。射击游戏也少不了升级道具， S 字母提升移动的速度，最多升3段。画面右上方为武器类型，初始武器 L 是激光，后面还可以获得 M 和 F 2种类型，分别是宽距激光和3项射击。切换使用字母会消失。这2种再次升级成为3项宽距激光，字母 B 获得防御护盾，可以抵御32次攻击。有的地方通往特殊的房间，一般里面都会有好东西，偶尔能获得特殊运送弹，也有3种类型，相当于强力的必杀。同时按下 AB 使用，消耗4点能量。这款射击游戏的玩法很不错，操作非常流畅。虽然一开始屏幕上弹幕就比较密集，但有生命和能量的双重设定。被子弹击中不会挂掉，能量回复的道具很充足，还有护盾防御，综合起来形成了战斗的爽快感。水平一般的玩家也能坚持玩下去，缺点也是有的。区域的划分过多，导致每个区域的战斗流程很短，切得太碎，有时候刚进入状态就要转移了。再就是不同关卡的差异不太明显，有种强行增加时长的意思。总的来说还是优良之作，个人评价3星半。家庭教练系列4慢跑锦标赛，万代体感游戏系列的第4部，这作只发售了日版卡带。整个系列的作品有的是多版本，有的只有日版，有的只有美版。随着这个系列作品的不断推出，玩家们对于使用地电控制器的新鲜感会逐步下降，这个时候就要求在游戏里加入一些其他的元素，保持游玩的乐趣。上一部的韵律体操中心结合了音乐节拍，评价相对好一些。这作也延续了这个思路，虽然之前也有过跑步类的，但这里专注慢跑主题。开始有2个模式，第一个模式围绕日本皇宫的人行道慢跑，开始时输入身高、体重和年龄，根据这个数据，跑步过程中会自动计算消耗的卡路里，然后选择是按照限定的时间还是限定距离运动。跑步的场景根据真实的日本皇宫周围的环境设定，现实中也是慢跑健身的热门地点。第2个模式就厉害了，马拉松模式。游戏里的跑步长度是按照马拉松的42.195公里，
不过通过地垫控制器操作之后，距离会有一个比例的转换，不会是真的跑42公里那么远，但也够人受的。为了不让玩家累死，切分成了14个3公里多一点点，每段跑完差不多10分钟，中途可以休息。游戏画面左下方有一个能量的显示，在道路上能回血补充能量，沿途还得避开障碍物，摔倒的话损失能量，拿到道具滑板就可以偷懒一段时间。全部的距离跑下来要2个多小时，和一场专业马拉松比赛的时间差不多。如果出于锻炼的目的玩这部作品，放在当年还算不错。不过又有多少人真的会在上面连续跑2个多小时呢？而且我很怀疑地垫的质量能否经受得住这种耐久的考验。个人评价2颗星。迷宫寺院由科乐美在磁碟机上发行，这是一款俯视角的动作游戏，以印度佛教为主题。曾经被封印的邪神达巴巴被一个心术不正的佛教徒复活，主角是寺庙里的一名僧侣。达巴巴抢走了他师父的女儿，也是他的女友，主角前往营救。游戏开始第一眼就很特别，主角不会正常的走路，移动时都是用跳跃的方式。这里的设计是场景画面被分成了很多小格子，方向键操纵人物跳跃就移动1格，如果同时按 A 加方向键移动2格，只按 A 原地跳跃，只能前后左右4个方向移动，不能斜向移动。敌人也是同样的方式，如果跳错了移动到非地面区域就会直接挂掉。总共有4个大关卡，是不同的4个寺院迷宫，每关又分别分成了几个区域，按 B 键投掷武器攻击，在区域内一边前进一边消灭敌人，一边揭开封印，封印全部揭开，一般会出现经书，拿到后敌人全灭，并打开通往下个区域的门。场景里的敌人消灭后，过一段时间又会刷出来。揭开封印的方式是找到一些可以裂开的地面，反复跳跃踩踏，用这种方式有时还能获得隐藏物品。投掷武器反复击打特定的位置，也可以获得隐藏物品，有时候也要依靠它打开隐藏的道路，通往下个区域。武器类型共有4种，攻击特点和威力有区别。除了初始的武器，还有发射火球、扔佛珠和扔符纸，获得衣服受到的伤害减半。其他还有少数的几个解谜道具，以及回复血量和增加生命上限的物品。每个关卡最后的区域是 BOSS 战，在这个区域会切换成横版的场景，消灭 BOSS 后等于把它镇压封印。最后的 BOSS 当然是邪神达巴巴。这部作品独特的跳格子设计听起来有些怪异，不过实际上手玩很有意思，因为不能斜向移动，最多也就跳2格，使得人物的动作并不能随心所欲，走错了还会摔死，一边走一边要思考路线，同时还得应对场景里的陷阱和不同风格的敌人。而且跳跃的控制不像走路那样完全跟随方向键移动，要等一个跳跃完成才能执行下个方向，操作起来有很强的动作属性。游戏的音乐很有特色，充满了印度风情，画面还是科乐美同时期一贯的水准。缺点主要在解谜的设计上，反复踩碎多个地面才能揭开全部封印，这些封印又基本都在一起，有些多此一举。还有的到下个区域的隐藏道路设计没有逻辑性，也没有提示，只能频繁的试验，很容易造成卡关。总体来说算是一款不错的作品，个人评价4颗星。乒乓球原版是1985年科乐美开发发行的一款街机游戏，后来陆续移植到其他平台，来到红白机上由任天堂发行磁碟机版本。这款乒乓球游戏很纯粹，开始选择单人游戏或双人对战，都有 A、B 2个模式，区别在于一个是11分制，一个是21分制。接着选择难度级别，总共5级，级别越高球速越快，不过1级已经比较快了。比赛采用3局2胜制，在画面里球桌上下2头只会显示2个运动员的手拿着球拍，发球时按 B 键抛球，击球的动作都是由方向键完成，方向键左普通击球，右键削球，上键为扣球，扣球在有合适的机会时才能成功，按住 A 键切换到反手动作。画面里击球的这只手是自动移动的，打出去球的落点主要取决于拍子触球的时机。这样的设计方式可能是考虑到乒乓球运动的球速太快，要结合方向键移动再击球难度太大。
操作精度上也不能保证。不过在游戏里，即便是不用操心移动的方向，难度还是比较大的，需要快速的反应神经。作为体育类的模拟，这款作品还算合格，乒乓球运动的感觉基本能够呈现出来，几种常规的击球方式也有，还得控制好时机，游戏性不错，玩的时间长了会略显单调，个人评价3颗星。深入地下城2勇士的文章，蜂鸟软件开发，史克威尔发行，地下城角色扮演系列的第2部作品。第1部《魔动战记》是86年12月份发行的，在第16期节目里介绍过。这作还可以继承第1部的角色数据，故事的背景设定和上一作在同一个世界。初代里曾经的剑士，后来成为魔王的卢被拉尔击败。经过几十年的时间，当卢的名字从多尔城人民的记忆中被遗忘时，他从地底深处复活了。这时，一个拉尔后裔的年轻人出现。系统玩法和上一部差不多，一开始拿着200块钱在城镇里购买一些道具物品，然后进入地牢。这座的地牢分为地上4层和地下4层2个部分，总共8层。地下部分难度要大得多。画面右侧显示人物的等级、血量和经验值，下边是一列操作指令，分别是战斗、物品、调查、谈话、状态和逃跑。在人物的属性栏里， AP 和 AC 仍然是攻击力和防御力，第3个 AG 是敏捷，决定攻击的速度，第4个运气，影响从宝箱中获得的物品。打怪增加经验值升级，获得的属性点数可以自己分配，这在早期的 RPG 作品中还是比较少见的。攻击和防御能通过装备大幅提高数值，所以升级加点偏重在后面2项。金钱是稀缺的资源，很有必要探索地牢的每个地方，多找找宝箱，有时还得回到城镇购买物品装备。地牢的每层有一个 BOSS 镇守，消灭 BOSS 才能到下一层。这座地牢的设计结构更好一些，还需要多探索找到隐藏物品，某些关键物品还会影响结局。让卢恢复理智，然后消灭最终 BOSS 黑魔王，迎来好结局，否则卢会继续待在地牢里。人物的运气属性也增加了一些随机元素，总体在之前的基础上还是有些优化提升，个人评价2星半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如果您喜欢，还请3连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。